上一期视频我谈了为什么会有2个蒙古，更准确的说是为什么会分成内外蒙古。内外蒙古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大清帝国的成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期视频则来聊一聊蒙古是怎么脱离中国的。我将分成3个阶段来聊一聊蒙古独立的历史。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将能明确感受到，没独立前的蒙古往往更独立，但独立后的蒙古却越发失去独立性。这是近现代历史的悖论，我们一同来一探究竟。一般人或许会觉得蒙古独立问题是到了大清灭亡以后才显现，因为蒙古人只愿意与满人组成国家，不愿意与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再统一国。这说法对也不对。事实上，蒙古贵族喊独立出中国不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早在清朝最后10年间便已经出现。1905年，大清实行新政，在全国范围内办实业、练新军、搞新学。不同于传统国共2党教科书把晚清描述的如此黑暗、民不聊生，真实的满清末年是相当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李宗仁大家应该都认识。不认识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他是明初桂系军阀的领袖之一，曾在1949年时出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他回忆说，他的小时候，也就是满清末年，新政下的广西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作为后来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李宗仁在晚年对于新政下的中国的反思，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讲蒙古还有关于晚清改革的视频的话，就能多少意识到体制改革是晚清新政的重点。对于像蒙古这样的边疆地区而言，晚清新政就是要把它行省化，蒙古地区要变得像是汉地一样的行省体制，不能再是过去那种蒙古贵族享有绝对特权的理藩体制。简单来说，行省化便是将地方特权交还给朝廷，由朝廷来指定官员进行管理。这种情况对享受满清特权享受了200多年的蒙古贵族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个脉络下，尤其是喀喀斯部的外蒙古完全无法接受新政，他们开始计划搞独立。我们来看一下这封电报，这是俄罗斯帝国驻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的领事致电给本国外交大臣的电报。王公会议业已结束，诸王公在长时间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故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之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今天活佛已将会议决议告诉我，并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表示喀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这封电报发于1911年7月15日，辛亥革命爆发是几个月后的10月10日。这意味着外蒙古喀喀贵族寻求独立早在满人下台前就开始了。当时的喀喀贵族有一种很强烈的背叛感，觉得这帝国说好是满蒙共同享受，怎么从满蒙一体变成满汉一体，而且居然还想要将汉人的制度套在蒙古地区呢？我们必须要从这种背叛的情绪来理解这封电报所称的中国人实行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换句话说，蒙古人视满汉主导的新政为中国殖民蒙古的起点，所以作为特权阶级的蒙古人不干了，要搞独立。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1月底，俄罗斯驻库伦代表再次致电圣彼得堡，称喀喀王公受到中国内地骚乱鼓舞，决心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达到梦寐以求之目的，喀喀脱离中国。因而在1911年的12月29日，清廷与同盟会还在谈判之际，北边开始乱了。喀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八世在库伦登基，自号为大蒙古国皇帝，宣布外扎萨克蒙古脱离中国。当时大清在外蒙古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常驻在乌里雅苏台城的将军，统辖喀喀蒙古、唐努乌梁海和科布多地方等等。外蒙古独立以后，喀喀王公引入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队，进犯乌里雅苏台城，凭借着俄罗斯的优势火力，喀喀军队也占领了科布多地方。然而，这时出现了一重要插曲，那就是俄罗斯对蒙古独立的态度发生转变，尤其针对内外蒙古统一问题，俄罗斯帝国是坚决否定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当时俄国与蒙古领导层的会谈记录。俄方的代表是俄国驻华公使伊凡克洛佐维茨，他表明了俄罗斯的立场是俄国万难及时承认蒙古完全独立。为什么？因为俄国全是 Baikalian 地方，也就是外贝加尔湖地区，亦含有
蒙古种的不夜真人布里亚特人。因此之故，蒙古国家主义者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战，并将与俄国开战。该俄国方面恐难因为欲成蒙古国家主义理想之故，甘愿自将外贝加尔湖一地放弃。针对俄罗斯大使的发言，当时的蒙古总理大臣回复：蒙古真正想要的不是自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所以他们一定要中国放弃对全蒙古的宗主权。换句话说，俄罗斯帝国意识到，如果蒙古真的寻求一个泛蒙古国的独立，那将不只包含中国的内蒙古，连俄罗斯自己内部的蒙古部落都会被煽动，直接影响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利益。最终，蒙古与俄罗斯的谈判进入僵局。时至1913年，中国的内乱已稍微平定下来，袁世凯就任新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一职。袁世凯不是那些搞革命但没有行政经验的同盟会人士，更不是搞街头运动的学生或网红，他知道当家有多难，所以在他就任以后，北京政府便颁布一系列优待蒙古王公条例，此举正中蒙古贵族的要害。原本有点倾向跟卡卡蒙古合并的内蒙古王公，又变得偏向中国。不同于一些爱吹蒙古多厉害的网红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外蒙古基本上没有与北洋军队抗衡的能力，只能依靠俄罗斯部队和火力。1913年2月1日，外蒙军队南下侵略内蒙，当时正值中华民国的多事之秋，国民党2次革命爆发，北洋主力完全没有可能跑去蒙古。在这个情况下，内蒙的军队既不是北洋主力，也不会有援军支援。是指1913年的秋天，外蒙军队占领了大部分内蒙地区，但是2次革命于8月左右结束。一方面，袁世凯与俄罗斯达成协定，俄罗斯不再援助蒙古；二方面，北洋主力回师北方，外蒙军队遭到残酷碾压，逃回外蒙。1913年9月，北洋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中国不派军到外蒙，并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但外蒙认中华民国为宗主国，名义上是中国的领土。1915年，中俄蒙签订恰克图条约，中国对蒙古有宗主权，蒙古有自治权，俄罗斯对蒙古有保护权，大蒙古国彻底瓦解，第一阶段结束。蒙古独立进程从第一到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17年10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俄罗斯帝国瓦解，苏维埃成立，苏共红军企图剿灭盘踞在西伯利亚一带的白俄军队，俄罗斯陷入内乱。白俄军的首领是 Roman von Augustenberg， 中文俗称恩情，率一部分白俄军在呼伦贝尔湖东边一带建立军事政权。同一时期，北洋政府由皖系控制。在俄罗斯陷入内乱后，亲中的蒙古世俗王公邀请北洋军进入外蒙自治区维持秩序。1919年，外蒙古自治政府外交部与北洋政府代表签订条约，重申外蒙的自治权，但废除了限制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蒙的规定。同年10月，皖系的徐树铮率军进入库伦，凭借武力逼迫外蒙古自治政府无条件废除自治地位，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11月，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宣布撤销外蒙古自治，恢复前清旧制。要知道，虽然徐树铮是皖系军阀，但他是个有文化底子的军人。13岁时，徐树铮便中了秀才，后来入段祺瑞幕府。1905年被保送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很多人去日本留学是参加那种1年期的速成班，但徐树铮不是，他可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的军人。像徐树铮如此背景的人是非常迷信所谓的现代化实验，因而他一入主外蒙，看什么都不顺眼，立刻推行晚清新政以来的现代化政策，办学校、搞实业、解除地方贵族势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等等。对于传统蒙古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这是最可怕的梦魇，完全不可接受。然而没过多久，徐树铮的改革才刚开始。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的曹锟挑战皖系的段祺瑞政府，徐树铮率军回到内地护主。在此脉络下，一直寻求独立的泽布尊活佛八世邀请了白俄军的恩情进入外蒙。1921年，白俄军击败了皖系的防备部队，恩情进入库伦，拥护泽布尊八世为大蒙古国大汗，泽布尊则封恩情为和硕亲王，蒙古国再次独立。但这位俄罗斯将军基本上控制了一切的大权。白俄军自家的库伦经历了高压统治的5个月，大批寻求独立的人士遭到恩情血腥镇压。1921年3月，苏联红军及其扶持的蒙古共产党部队以恰克图为根据地发兵库伦，恩情部队被苏联红军击败。7月，恩情被红军逮捕，很快的
被处决。到此阶段，白俄势力已被清掉，中国的北洋势力因内战而退出。接着往后的北京命令奉系的张作霖前去收复外蒙，但张作霖理都不理直系政府。1921年7月11日，俄罗斯与蒙古共产党永历泽布尊活佛登基，大蒙古国再次复活。但掌权的仍然不是这批一直觉得独立好的蒙古贵族，而是蒙古人民党及其背后的红色势力。1921年，苏联与蒙古签订苏蒙修好条约，彻底宣布独立出中国。当时的中国极其混乱，北洋系彼此之间谁都不服谁，南方又有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势力和其他割据军阀。1923年，在广州搞独立王国的孙中山就任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开启了联俄容共时代。孙中山与苏联代表 Adolf Joffe 中文名为岳飞达成共识，宣布广州国民政府同意苏联驻军外蒙，但这一共识从来没得到北洋政府的认可。1924年，泽布尊活佛去世，蒙古人民党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1924年以后的中国变得更加混乱。虽然北洋军阀混战的情势随着蒋介石北伐而告一段落，但随即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更严重的是，日本关东军开始蚕食中国。即使国民政府从不承认外蒙独立，但也没时间精力来处理此事。实际上，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苏联的卫星国。在30年代那个时间点，苏联已在蒙古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势力。即使大多数国家不承认，但实际情况就是蒙古已经独立出中国。但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与日俱增的愤怒感、耻辱感，南京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蒙古为一独立国家，还是希望能重新将蒙古拿回来。这个僵局一直到了二战接近尾声时，才有发生了变化。1945年2月，英美俄三强在今天乌克兰的雅尔达举行秘密会谈，史称雅尔达密约。苏联答应进军日本，条件是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必须维持，以及俄罗斯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以前在远东的所有利益，包含南库页岛、旅顺、大连的租用权、北满和南满的铁路权等等。1945年6月，国民政府派遣行政院长宋子文和蒋经国到莫斯科谈判。我们来看一下蒋经国关于这场谈判的回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史达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指，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达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史达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和他们谈判。”当时国民政府才刚刚知晓雅尔达密约的存在，他们的利益与这项密约的内容有很大的冲突，完全可以想见谈判的过程不会很顺畅。在这个情况下，蒋经国私下见了史达林，并有了以下的谈话。史达林说：“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7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史达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说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你是宋子文和蒋经国，在面对苏联如此坚决强硬的态度之下，你能怎么办？我建议各位看到这里停下来好好想一想。1945年8月15日，中俄签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从这个条约便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外蒙古问题是如何取舍的。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苏联应该是铁了心了要蒙古独立。如果你还一样傻傻的重复喊一个都不能少，那就谈不下去了。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当时他们最大的敌人日本已经濒临崩溃了，战胜完全
全是指日可待。接下来就要回头解决1930年代没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国共问题。在蒙古势必独立之下，国民政府的最优情况就是让苏联主动退还满洲和新疆，尤其东北，日本帝国陆军最好的武器、粮食生产地都在那里，所以绝对不能让中国共产党拿走。不管对不对，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共识基础完全是站在国民党的利益上出发，不能留东北给中共，必须交还给国民党政府。8月24日，该条约在中华民国立法院得到通过，双方约定在1946年2月1日交还东北。然而，日本投降后，苏联迟迟不肯交还满洲，直到1946年3月。苏联红军才从东北撤军，中共军队随即进入东北，与国军爆发大规模冲突。为什么苏联要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苏共与中共之间的电报。这份资料是从我非常敬重的中共党史研究者杨奎松的研究中看到的。我找不到原文，应该是有权限问题，所以我们姑且从杨先生的著作中一探。2月22日，中共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一、苏方全力争取在东北插一脚，除大连、旅顺口外，正在与国民党谈经济问题，迫其承认苏方地位。2、苏方努力必会受美蒋阻挠，我们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有力配合。3、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苏方最终目的仍是支持我们确立为在东北的主人地位。什么意思？若这份电报属实，苏联的拖正是为了让中共也能进来东北。在这个情况下，1945年8月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共识基础，也就是不让中共取得东北，荡然无存。对国民政府而言，这份条约是把外蒙的主权卖了，换东北、新疆。但结果是交易没成，因而对国民党来说，外蒙就算有90%的人于公投时表态支持独立干也不奏效。虽然从法理上来说是如此，但现实不是法降造的，而是多种因素的历史交织而成。当时的态势已经证明了天意不在国民党，战后大通膨使得民不聊生，直接影响了国共之间的争霸战。最终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对中共而言，他本来就是弱势，不趁此良机，难道还等中国国民党东山再起吗？从中共的角度来说，他们很清楚，苏联卖了一个大人情给中共，毛泽东也只有在非正式的外交场合试探过苏联能不能归还给中国，一次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rnst Smigoyan 米高扬于1947年访问中共根据地时，毛泽东表示内外蒙古应该统一起来，由中国统治。米高扬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回莫斯科，斯大林一口回绝。然后就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干人到了莫斯科，要钱、要炮、要技术。在随行的俄文翻译师者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一次周恩来、毛泽东、斯大林的会谈中，周恩来主动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就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中共说不承认就中国的一切条约，但国民党和苏联关于蒙古问题所签署的条约不需要任何谈判，中共就能接受了。对国民政府而言，同盟条约的合作基础已经被苏联片面违反了，因而于195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控告苏联违反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公开否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也是这个原因，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地图一直都包含着外蒙古，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很快就没了外蒙古。画地图还反映了当下的现实政治挣扎与妥协。总而言之，当时的国民党卖外蒙主权换东北、新疆的利益，后来的共产党卖外蒙的主权换来了苏联援助，而一直视独立为神圣目标的蒙古国，却在一次次追寻独立的过程中失去了独立性，成了任人宰割的一手棋。历史的悖论就是让人如此唏嘘。